授传统文化系列讲座第2季第4期的现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小杰教授，他将为我们带来一场题为“通山川之变，识万物之理，水经注的前世今生”的精彩讲座。李小杰教授及其团队作为国内水经注研究的顶尖力量，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多种相关学术著作，涵盖文本与图像多方面。其新撰《水经注书》与新绘《水经注图》，将水经注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地理巨著，记载了3000余条水道及沿革、风物、历史、传说，堪称中古中国的百科全书。那么这样一部奇书是如何写成的？它究竟蕴含了哪些被我们忽略的价值？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去阅读它、理解它？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小杰教授为我们揭晓答案。很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在座大家来分享我们有15年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吧。首先感谢上书吧的99老师他的盛情邀请，同时也感谢福田区的图书馆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向在座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那我今天的这个讲座的题目呢是通山川之变，识万物之理。那我看到在座大家有的人手里边已经有我那本水经注通识，实际上这句话就是那个通识里边就是我想到的这样的话可以能够概括水经注的一方面的一些东西吧。在正式讲水经注之前，那么我想引入一个概念吧，叫历史地理或者叫历史地理学。在座的大家可能就是觉得，那历史地理或者叫历史地理学是不是历史加地理呢？实际上，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地理，更不是简单的历史加地理。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学科，它实际上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的一些现象。那这些地理现象呢，实际上就是包括右边的就是历史自然跟历史人文。那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先引入这个概念？实际上后边要讲到的大概用1个半小时的时间吧，给大家介绍的水经注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跟历史自然跟历史人文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水经注的这个水道就是历史自然方面的，然后它讲的很多人文的东西就是历史人文的很多情况。因为水经注实际上它比较小众，因为我也做过一些讲座也问过一些就是听众，其实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有名可能有某一个领域有名的专家学者对水经注其实并不了解因为它确实因为比较专门，所以今天我想利用这样的机会呢，就是做一些普及方面的工作吧，同时把我们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介绍给大家。那水经注呢，实际上大家看那个右边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我们谭金香先生他主编的8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西汉部分。那个绿色的这个区域就是西汉的一个版图。那水经注记载的范围呢，恰恰是跟这个范围大致吻合的。但是它有一些呢是超过了这个范围，像西南地区它就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印度，然后东北呢到了这个朝鲜半岛，南部呢实际上是到了今天的越南，所以它的大致的区域是跟这个绿色基本吻合，但是有一些是超过了这样的一个范围。它记载的内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区域内的历史自然跟历史人文的一些情况。那水经注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它实际上呢就是被称为叫中古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就是因为它里边涉及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
它有它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叙述的方式，我后边会讲。然后呢，就是说他把很多他感兴趣的历史自然跟历史人文的很多内容都放到这部书里边。所以呢，就是到后世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明清的时候，给水经注以很高的一个评价，就是有这种叫宇宙未有之奇书，这样的很高的评价。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清代的学者称他为叫不可无一，无中有二。那不可无一，不中有二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必须得有这样一部书，但是呢，你不可能出现第二部。换句话说，它就是等于说，它那个时代就是到了一个高峰。因为这个讲座，我觉得我想还是要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先从作者郦道元来谈起。这个北魏时期的郦道元，他撰写的这个书呢，他的出生的地方，或者是说他生活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认为，他是在今天河北这个涿州市的一个叫道元村的地方。那我正好前不久，因为这个地方跟我父母的老家很近，我前不久的时候也正好有机会去了一下。这两张照片就是我现场拍的，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实际上这个应该是现代的建筑，就是说仿照着过去，包括这个匾，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它肯定不是，应该是从右往左写才对，是吧？但是它是从左往右了按照今天的方式，里边的那个塑像应该也是就是说想象的。但是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下，就是说郦道元他的祖籍或者是说他生活过的一个地方，在这个今天叫道元村的地方，应该是大致是跟历史的事件、历史的记载呢是相吻合的。但是呢，因为在郦道元的水经注当中呢，他也有一个就是水经注的滋水篇里边，他讲到他说他从小生长在东齐，就是今天的这个山东半岛，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呢，你看他讲的这些内容，他是不是应该他小的时候还是在山东长大的？所以呢，关于郦道元的这个生活的情况跟他小时候的情况，其实学界有不同的争议。那现在可能是我们也倾向于他可能是小的时候是跟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当时在这个山东半岛这个区域是做官，然后他可能在这边长大，但是他祖籍应该是刚才说的这个澧庭这个地方。那么郦道元呢，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一部大书，跟他的家世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经常也说某一个名人，实际上可能他之所以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说有一定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可能也跟就是他的这个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像郦道元的这个曾祖、祖父还有他父亲都曾经任过比较高的这个职务，特别是他的父亲在北魏的时候，就是说他经历过这个5个帝王的执政时期，而且呢他叫给事东宫，就是给这个东宫太子当过老师，所以呢就是他的地位是很高。然后呢就是说还被赐爵到这个一个男爵，这个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家庭的一个背景。我在这边就是用了一个这个世系表，是研究水经注的一个民国或者是当代的近代的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就是胡适先生。胡适先生就是把郦道元的家世用这样的这种这个谱系的形式，就是做了一个勾勒。那我们可以看出来，郦道元他是这个郦范的长子，所以他是字善长那么他有几个兄弟，然后他还有几个这个叔叔，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郦道元他出生的这个年龄也是有争议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水经注里头，他说他在总角之年是跟着他父亲在山东这边但是这个总角呢，我右边大家可以看那张有示意的小人物的，那么可以看出来这个总角就是你头上有2个犄角的这样的年纪呢是9到15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时间差，对郦道元到底是哪年出生的实际上是有争议。那最早可以认为他是这个465，然后最晚呢认为是这个
就是485，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取一个比较中间一点，就是472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就是说，中国历史上也有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人写的书很有名，但是他们的事迹呢，实际上记载的非常有限。像郦道元关于他身世的正式的记载，大概也就是500-600字。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实际上都是学界就是经常会有争议的地方。那我们作为一个一般了解就可以了。那郦道元他这个就是说在年纪很轻的20岁左右吧，他就开始就是做了比较高的这个职务，在这个孝文帝的身边作为就是称之为叫尚书主客郎，就是帮着做一些文书啊，起草一些文件啊，做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跟着这个孝武帝也到过这个曾经北魏的都城，就是平城这个今天的这个大同。然后呢，就是说这些经历实际上对他后来写《水经注》，我们应该说他是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也这个就是继承了他父亲这个的相应的一个爵位。那郦道元的为人，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要讨论的，因为在这个魏书的酷吏传里头，郦道元是进酷吏传的，所以这个郦道元的执法，他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为人的这个耿直是以这些来著称的。在这个史书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右边就是这个刚才大家我也在看到，就是在讲座前就是主办方也播了这个典籍里中国水经注，那么那个里边的片段就是郦道元他审这个丘念的这样的一个镜头。那这个丘念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个孝文帝的幼子汝南王元悦的他的一个宠臣。然后这个丘念他当时就把地方的这个选举官员的这个行为，他去等于说贿选来控制。然后呢，就是说郦道元觉得是触犯了这个相关的条例，就要把丘念来这个就是说给他法办。但是呢，元悦觉得他是这个丘念是他的宠臣，他想求情，郦道元不许。虽然这个元悦后来也请示了太后，那太后的懿旨也到了，但是郦道元赶在这个太后懿旨之前就把丘念给法办了。就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来郦道元这个秉公执法的一面。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最终导致了这个郦道元他最后是一个比较悲惨的一个结局。因为当时在这个北魏的西部吧，就是这个作为雍州刺史的萧宝寅，他有反叛的这个情节。然后呢，这个就是元悦他们就是跟这个皇帝他们孝文帝就是那个当时的帝王就是派这个郦道元去做这个官右大使来去视察西部的情况。但是呢，就是说在半路上就被萧宝寅的这个叛军的相关人员就给拦截了，就是在这个叫阴潘驿亭的这个地方，就把郦道元的跟他带的一些人就是给围住了。最后郦道元呢，就是在他被围的地方想打井来维持就是说生存，但是叫穿井10余丈，他居然也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水，所以呢就是叫水尽力屈，然后最后他被这个叛军杀死。我们经常拿这件事情呢来讲郦道元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局，因为他一生最有名的书叫《水经注》，是跟水有关的。那最后他是因水而亡，所以呢，就是经常我们说历史也是会开一个很大的一个玩笑。这个我们经常拿这件事来说郦道元。那么郦道元当然这个叛军被这个平定之后，郦道元还是这个被追封了，恢复了他的相应的一些这个名誉。那有关于郦道元的一个情况，我们就简单介绍这些。然后接下来就是想说一下《水经注》的一个成书的背景。就换句话说，在北魏这个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时期，为什么郦道元会写这样一部大书？因为整个《水经注》实际上有将近40来万字，30多万。实际上这个在古代来说是非常大的庞大的一部书了。那么他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个书？他在郦道元他在自己的一个序言里头，《水经注》的序言里头就讲了这个情况。他说一些他看到的一些更早的这个书呢，他称之为叫周而不备，或者叫简而不周。
意思就是说，有些书呢，它大致的这个说了一些，但是呢说的不完备。这些呢实际上是促使了郦道元要重新就是来写一个他认为的水经注这样的一部作品。同时呢，就是南北朝时期，实际上这个战乱也比较频繁，然后经常很多城邑呢就荒芜了，然后很多地方呢也改名称了，所以呢，郦道元呢也觉得有必要要写一些这样的有关的一部书，同时还跟他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实际上地质的传述，就是类似我们今天的地方志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一些书籍呢是有一些他能够通过这些书籍来写水经注的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个是郦道元他大致的，如果我们用很简单的话来讲他的写作背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再谈一下水经跟水经注的关系，因为这个古人写书啊。经常是在前人的书的基础之上加一个字，像水经注它是为水经而做的注，后代呢如果研究水经注，它就会在水经注后边再加一个词，什么像我们后边会提到的水经注监啊、水经注释啊，都是这样的，跟我们今天人写书不一样，我们今天可能自己就可以命名一个，但是过去古代呢，很多人他们都是要。我们称之叫述而不作呀，或者是就是在前人基础之上来加以注释的形成的书。那么水经注是针对水经来这样的来做的注，但是水经呢，我们研究实际上郦道元著的这部水经同时代还有一些是跟水道的记载有关的包括我这边提到的山海经里边的山经里边有一些。那邦固的这个写的《汉书》里边，它有一个很有名的一部书叫《汉书地理志》，里边也有一些水稻的记载。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第一部的这个字典，东汉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它的这个水部就是单个的水名的这个也有一些关于水稻的记载。那郦道元著的这部水经呢，我们现在认为它基本上是这个东汉末三国这样的一个时期，它成书的。郦道元就是说他也是针对水经什么，它叫粗赘精续，又缺旁通，就是说你水经讲的太粗略了，那么你没有旁通的东西。那水经它主要就讲一个水的这个水道的这个发源，然后这个简单的一个经过，最后是汇入到哪儿，或者是跟哪个地方就是河流来一个交汇了。那么其他什么文字也没有，所以郦道元觉得这个旁通的东西是没有的，就是郦道元感兴趣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啊，水经都没有记载。那么他怎么来做呢？他叫因水正地，及地存古。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根据水道的情况，把一个城邑他给你确定了，然后呢，通过这个城邑，再把古代的很多它有趣的东西，它都记载下来。这个我后边会讲怎么因水正地，怎么及地存古，这个是非常郦道元非常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常科学的一种写作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他像这个水经只讲了大概100多条水，那么水经注它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统计的这样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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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体感就是老师